又是一年清明时，这是个万物滋长的节气，也是中国人祭祀祖宗的日子。阳澄湖畔的渔民准备去祭拜水上人家的保护神流王。流王庙位于嘉兴运河边连四档。时至今日，流传于运河上的船帮习俗依稀可见。每年赶赴网船会的各地会社组织有60多个。对于这些常年漂泊在水上的人家来说，祭祀过流王，就意味着一年平平安安，财源广进。对于大运河沿岸的百姓来说，河与水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这条绵延千里的运河，在改变了这个国家经济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无数人的命运，还有文化与习俗。江南水乡历来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称。水和财富在江南这块土地上画上了等号。很难想象，1400年前的江南却是地广人稀，水患频繁。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历史上江南天下粮仓的美名？从高空看今天的湖州，网状的河道体系在今天依然保持通畅。它的骨干是明清运河主河道，分支是各个历史阶段的运河支流。在河道之间的是一块块良田。对于这样河田交错的水网布局，74岁的水利专家陆鼎炎从史料中找到了一个专有名词：篓港围田。篓指的是天然小河，港指的是人工大河，围指的是人工堤坝。篓港围田就是以大运河贯穿自然河道，在流经的地方设置必要的闸口来调节水位。它不仅为江南的农田带来了水源，也带走了洪水。篓港围田系统的核心就是大运河。隋唐以前，江南农田都是靠自然河流灌溉，因降水量分布不均，旱涝灾害频繁发生。就是说，在汛期的时候，每年大致这个就排涝的洪水啊，大概在21亿方左右吧。但是每年呢，就是说枯水季节，从太湖引水大概也有20亿方左右，是吧？所以这样子以后呢，就为平原河网地区啊，就是提供了充沛的渔业用水、灌溉用水和航运用水。通过庞大而又精致的篓港围田工程，原本满目荒夷的水乡泽国渐渐成为万亩良田。而这套水利系统直到今天，仍旧是湖州地区农业生产的基础。大运河的缔造者隋炀帝一定没有想到，原本因为漕运而开凿的大运河，竟然给了江南如此丰富的馈赠。大运河开凿之前，中国的经济呈现北重南轻的局面，仅仅是黄河岸边的关中平原，就供应着帝国粮食的6/10。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粮食就意味着财富。
而大运河的开通带来了北方的人才和先进的农业技术。丰收的江南成为帝国新的财富之源，江南在农业经济上迅速赶上并超过了北方。中唐时期实现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宋帝国初年，国家漕粮总数的72%来自江淮地区。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中国南方最终成为帝国的经济重心，而将它与北方政治中心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的，毫无疑问，就是大运河。山东省济宁市竹竿巷，这条大运河边的胡同依然保留着700年前的名字，依然居住着以制作竹器为生的老匠人，依然经营着各种竹器买卖。张不才，济宁最后一个竹匠。北方不产竹，都去南方运。以前那竹器从南方骑河的都过来，骑河的搭上筏子，再用大船上着运。竹编作坊后面，运河延续着千百年前的节奏穿行而过，穿过济宁的竹竿巷，也穿过杭州、天津和开封的竹竿巷。在陆路交通尚不发达的古代，河流是人们远距离贸易的自然通道。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流向大海。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这5大水系之间并不相交，沿着这些自然河流形成了各自的贸易带。这些东西方向的贸易带都分布在相同的纬度区域。由于气候的原因，河流上下游的物产近似，贸易活动并不繁荣。但一条精心设计的人工河流从南北方向贯穿东西分布的5大水系，这正是大运河。2013年，在杭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一幅巨幅的壁画即将完成。穿城而过的运河构成了画面的主线，往来穿梭的商船是画面的重点。画家谢黄正以他对这座城市的理解和想象，描绘着12世纪杭州的繁华。当时明朝的时候呢，就是每年的收银呢有11万辆这么多，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的一个收费点。我们杭州的米啊、纺织啊、瓷器啊、纸啊，往北方运过去啊。那么很多北方的，像河南的棉花天津的枣啊、山东的梨啊，都是通过运河呢到了这里。大运河成为南北交流的最重要通道。贸易格局的改变加速了财富的流通，财富的流通产生了新的财富。财富在运河两岸积累和聚集的速度是惊人的，连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感慨，天下的财富6%、7%都是来自运河。在他的眼里，这是一条财富的河流。
中国大运河进入山东，从地理上便接近了儒家的发源地。公元前1世纪，产生于土地与农业的儒家文化，提倡以农为本。源远流长的儒家文明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影响了中国近3000年的历史。但大运河的开通却带来了实用主义的商业文化，一个轻商重义，一个通商重利，冲突不可避免。这种冲突又将对中国人的生活形态、思想观念乃至社会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12世纪的运河沿岸矗立着当时全世界最大的3个城市：开封、扬州、杭州。它们是构成运河城市群的骨架。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人口比例迅速增长，而构成人口增长的主要是商人和城市手工业者。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中产阶级。宋代的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GDP 占到全世界的80%。经济发达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贸易。来自工商业的税收第一次超过了农业，占到了70%，其中的一半都是由大运河所贡献的。其中，海外贸易的关税达到了国库收入的15%，这个比例甚至远远超过现代。公元12世纪的中国与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十分相似，海外贸易膨胀，整个社会商业化、城市化的特征日益显著。人口结构的改变，财富向商业的集中，甚至影响到农业文明的根本。商业上的成功，再一次吸引了帝国统治者对大运河的注意。与之前的隋炀帝不同，宋帝国的统治者更愿意把大运河看作是一条传播财富的河流。在今天的中国，关于这条财富河流的影响继续存在。人们能看到的是，在当的3大经济圈中，长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都在运河的沿线。原本因为战争和政治而开凿的运河，在诞生后的1400年时间里，却再次成了拉动中国经济的引擎。2011年6月，苏州乐桥，一口藏有20万枚古钱币的古井，在深埋1000年之后重见天日。出土的古钱币重达4吨左右，包含了47个品种，相当于今天200多万元人民币。直到今天，考古队长张铁军仍旧在对这些古钱币进行仔细整理和分析。我们想这户人家呀，就是他们一个工作的内容就是钱币啊，所以才会有这么多钱。我们推测啊，这个钱币可能是一个用于兑换的这样一个机构人物所有者吧。钱币的发现地乐桥是宋代商户最集中的地区。当时苏州全城人口不过17万户，仅登记在册的商户就超过了1万户，这个比例超过了著名的大唐盛世。在唐代还属于贱民的商人，到了宋代却成为拥有特权的市民。在短短的100年间，商人地位的快速提高，是否隐藏着某种价值观的悄然转变？
对于财富的看法，商业文明与儒家文明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儒家认为，农业为本，商业为末，金钱是羞于被谈论的。观念的变化往往取决于最基本的需求。经商获得的利润高出务农许多倍。北宋首都开封的一个普通商户家产就可以达到100万以上，这相当于当时20户农民的家产。现实让人们意识到，创造财富的不仅仅是土地，流通和贸易一样是财富的来源。从认识财富到追求财富，人们的价值观悄然发生了改变。对财富的正确评价，使得经济成为社会发展的准绳。在农业文明到商业文明，从小农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古老国家的变革即将从大运河开始。浙东运河边的南浔又到了1年1次蚕茧收购季节。蚕茧的收购期十分短促，只有短短1周时间。在这1周的时间里，每天都有几十万斤蚕茧在这里交易。用不了1个月，由这批蚕茧做成的丝绸就会摆在大洋彼岸的柜台上。丝绸的生产与加工是这个古老国家发生经济变革线索之一。开始显露出来。因运河而发家的最代表的一个人物就是胡雪岩。他最初就是靠漕粮发家，在这个时候他的眼光又转向丝绸，他联合了当地的丝绸商人，再联合了上海的一些大的丝绸商人，把整个丝绸控制起来。光是在丝绸这个东西，他就一下子可以控制了34万人。财富膨胀的商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贸易，凭借资本的力量，他们开始雇佣工人，支配生产，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预示着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而这种生产方式在西方直到200年后才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产生。依托着运河，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大运河的南方悄然诞生。太湖的南岸和东南岸形成了30几个相当规模的这个古镇、市镇，所以这个地区在这个史学界一直就有一个是在明清的时候是最早的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区域。
今天的中国，大运河的沿岸是外向型经济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当年《醒世行言》中提到的盛泽，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8000多家民营工厂，200多家亿元级企业，5家100亿级企业，共同延续着东方绸都的传奇。大运河在空间的广度和时间的维度里，改变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文化传承的方向。扬州的早晨，古运河边的野春茶社一如既往的热闹。大煮干丝、蟹黄汤包、千层油糕，再来上一壶香浓的绿阳春，扬州人一天的生活就此开始。在扬州有一句俗话：早晨皮包水，下午水包皮，指的分别是早茶和澡堂。这是一个安逸而且享受的城市。大运河开通以后，天下财富汇聚扬州，正是商人改变了这座城市。南来北往的商人带来了四面八方的美食、戏曲和园林，把扬州打造成天下1、2等富贵风流之地。明清时期的扬州是大运河城市社会的缩影。全国近1/3的城市人口，近2/3的财富，集中在京杭大运河的两岸，共同创造出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这将给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改变呢？这里是位于湖州运河边的新市刘王庙。2007年，刘王庙戏台的一次偶然发现，揭开了中国戏曲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之谜。一面7、8平米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布满了1个世纪前的墨迹。这些墨迹是戏班的名称和他们所演出的曲目。根据墙上保留的墨迹记载，18世纪下半叶20多年间，到此演出的戏班共有30多个，清晰可辨的剧目约有1000多出。这个演出的节目呢，照现在戏码看，基本上京剧为主，昆剧是有，但是不多。昆曲有着600年的历史，而京剧的历史只有不到200年。为什么有着百戏之祖美称的昆曲会让位于京剧？这其中又预示着怎样的文化变革？这是昆曲《牡丹亭》中的一个场景。1589年的春天，明朝前礼部官员汤显祖在家乡的草堂里进入了《牡丹亭》中的世界。昆曲曲调婉转，唱词高雅，很符合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意趣。在中国，戏曲历来有水陆传播的传统，发源于江南的昆曲，借由大运河所构建的交通网络，很快扩散到全国各地。16世纪中叶，发源于江南的昆曲，通过大运河
北上京师，成为整个中国最流行的戏曲。牡丹花盛开在牡丹亭边，昆曲盛开在文人的精神后院。1790年，乾隆80寿辰，天下戏曲应召乘船北上，赴京演出。站在扬州的运河码头上，徽剧三庆班的台柱子高朗廷没有想到，这次的北京之行将会影响到中国戏曲的发展进程。沿着大运河进京的路途是遥远而漫长的，从1789年春天到1790年秋天，三庆班边走边演，在济宁见识了柳琴戏，在临清碰到了汉剧，在德州和梆子腔同台演出。异彩纷呈的其他戏曲给了高朗廷前所未有的启发。锣鼓铿锵，旌旗招展，出身草莽的徽剧在风雅的北京登台亮相。原本只是来祝寿的徽剧三庆班，就此在北京站稳了脚跟。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京剧《霸王别姬》。18世纪的北京城，由于运河带来的商业，已经是一个消费型社会，上戏园子成了老北京最大的爱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每个人都会哼上几句。出身江湖的高朗廷目光看得很远，他知道，要想在京城发扬光大，光靠皇上的认可是不够的，皇宫外的老百姓才是戏曲的衣食父母。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徽剧广泛借鉴其他戏曲的曲目、唱腔、表演，经过不断的碰撞融合，最终在大运河的最北端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剧种——京剧。因为有了运河，才有了戏曲的传播；因为有了运河上的商业文明，中国的舞台更加多姿多彩；更因为有了观众，戏曲才能从民间走向庙堂，从庙堂走进民间。大运河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延展空间，从而使整个华夏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元、交融的格局。中原文化、江南文化、齐鲁文化、楚汉文化、岭南文化，甚至巴蜀文化等等，在大运河的流波中聚会融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一北天下的丝绸，名闻遐迩的陶瓷，香飘万里的茶叶，四大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都诞生于运河沿线。天津杨柳青年画、沧州铁狮子、吴桥杂技、淮扬菜、扬州八怪、枫桥夜泊，都是来自运河的文化记忆。有人说，历史上的北京有两个，一部分是以皇城为中心的帝国的北京，一部分是由天桥为代表的平民的北京。我来一个脍炙
人口的。可以，那就来一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注意啊！平民百姓的娱乐分成几个档次，高档的去戏园子，中档的去茶馆，最普通的就是逛天桥。看看宝三的摔跤，听听新凤霞的评书，捧捧侯宝林的相声，甚至于陪着大兵皇骂街，更是有滋有味儿。地处北京中轴线上的老天桥，曾经是会馆和商铺的集中之地。繁荣火爆的运河贸易带来了五湖四海的三教九流。那时候的天桥是一片民间艺术的海洋。从北京旧天桥到杭州拱辰桥，运河上的码头每天都在上演不同的戏码。正是运河城市的消费型社会，为码头文化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来自各个地域的民间艺术，才有了传播和交流的机会。破开店里是孙人娘，打遍天下无有敌手呀。正遇上好汉武松，俺也比他强。当铁路和公路取代了古老的运河，码头不再是城市生活的中心。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时尚中，码头文化的魅力已经不在。但是由此而生的大众审美，却成为了现代文化的发展基础。这不仅仅是一条财富的河流，更是浸润着民俗文化的河流。而许多城市的命运与大运河的兴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大运河改变了这些城市的风貌乃至品格，而这些城市也与大运河一起改变了中国文化。2014年的春天如期到来，湖州的农民正在楼岗围田里插上第一批秧苗，南浔也开始了今年第一季养蚕，蚕刚刚破卵而出。紧宁竹竿巷，张步才又像往常一样准时6点开门。大运河依旧按照它千百年来的节奏，缓缓地从身边流过。帝王的龙舟驶过，渔民的木船摇过，文人墨客的画笔描绘过，而在他身边上演了24个世纪的悲欢，却从未落幕。经过时间的洗礼、沉淀与变迁，真切地存在着，并且耐人寻味。在这悠远漫长的时光里，它安静但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变革、文化的传播、思想的交流、社会的发展。大运河包容的人间况味，比世界上任何一条河流更为丰富和厚重。大运河延续在我们的血肉和生活中，它让我们感到时光的流逝，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激情和力量在河流的两岸积蓄生长。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继承传统，创造未来，始终是南来北往的大运河呈现出的动人主题。